大家好，关于除草整地烦不烦人啊？个人觉得取决于您后续的规划。现在要清楚的是，已经养到木质化的茼蒿，整个过程只要没有太阳，效率就可以好上很多啊。整地的过程可以重点式的看一下土壤疏松效果，尤其这是由水稻田改善而来。水稻田的土壤有一个很大的特性，是遇到水之后会非常黏。经由日晒后，土壤表面变白之外，很容易硬化板结不透气。对于有些蔬菜需要疏松土壤的种植条件呢，就会相对辛苦。目前改善的状况，只要没有下雨，土壤疏松透气的程度就可以维持住。但是只要长时间的下雨呢，土壤就会被雨水唤醒原本的个性啊，这是目前仍无法克服的地方啊。因为有人需要疏松的土壤，就把整地挖土与种植整并在一起啊，不然除草这件事情，通常是需要用到地才做就好，因为没有种植用地的需求，草再怎么除呢？一场雨之后，杂草就又开炸了。至于会敢让土壤给运走，则是有一套加速回收浊水稀土的策略了。而除草过程会使用锄头除草的话，可以加速不少之外呢，另外设置堆草槽或是堆肥槽也会很有帮助了。除草快速之后呢，也需要有可以堆放杂草晒干的地方。加上若是有设置堆草槽，这些带土杂草就可以不用把土壤剥离干净了。尤其杂草万一已经长出草籽，就可以避免敲打土壤，而导致很容易让草籽掉落。而带土杂草的土壤就可以慢慢回填堆草槽了。只是这附近目前没有设置堆草槽，就只能先将带土杂草运走，也就多了一道花时间的流程。而使用锄头或是比较大型的农具，卡榫的位置通常不会使用铁钉固定。若是出现脱落罢工的情形，主要的原因是太久没有使用，或是天气太热造成的。此时只要让锄头喝点水补充水分，木头的位置吸一点水就可以解决了。这是使用锄头的小技巧啊。在使用的前一天，先让锄头泡澡轻松一下，就不容易出现罢工的情形了。接下来将挖土与种植流程整并，因为有环绕水池，不易缺水，一直想要再多利用水池进行水耕，种植一点不一样的作物。但因为是取用外面河道的水，会有福寿螺，尝试过将地瓜叶与空心菜摆入水池中结果福寿螺大为兴奋以为有新口味的食物隔天就全部被清光了。这也是为何水池中明明有大肚鱼，水草再多也养不起来的原因而日前添购了沉水马达之后，再次尝试水耕的念头又来了另外也是想再增加环境蓄水的能力毕竟很少下雨的缘故，地下水水位实在掉太多了。总之就是把新的工具的功效极大化，不过这还需要做一些防护措施首先想到的就是狗跳进去泡水了。种种的思考种起来就有趣多了。这样的设置有治洪池的效果之外，也是要将地瓜叶与槟榔心芋头的菜床串联起来。除了可以同时进行浇水之外，这位置若调整成上有菜床，要从此处同时进行浇水与施肥，就会是可行的。至于要尝试种什么作物，也欢迎观众朋友提供意见。
谢谢收看。